在中国不被人注意的稻壳，竟然在菲律宾被当成了宝贝，这背后的原因着实令中国人感到心酸。在中国，稻壳能用来做很多事情，可以用来养花，因为稻壳里面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所以它能保证花卉更好的生长。稻壳可以用来加工成饲料，但因为里面含蛋白质较少，所以人们一般是将稻壳磨碎以后拌在饲料里面。除此之外，稻壳也能用来当动物垫料，加工成木板和厨具等。而在菲律宾，稻壳的用途被进一步提升了，他们成立了伊莎贝尔生物能源公司，专门研究怎样利用稻壳发电。为了能将稻壳用作发电，菲律宾可以说是费了很多心思，跑了很多地方。好在最终他们还是研究出了将稻壳用作发电的方法。首先，他们将大量的稻壳集中回收并粉碎，通过传送带输入到巨大的高压锅炉，稻壳将在这个高压锅炉里剧烈燃烧，产生大量高压蒸汽。接着，这些高压的蒸汽通过粗壮的管道输送到涡轮机，高压蒸汽推动涡轮机高速旋转，涡轮机连接着发电机，涡轮高速旋转带动发电机产生电力，发电机发出的电能通过开关站输入到变压器，变换成合适的电压，再通过电网输送到千家万户。那么菲律宾为什么要用稻壳发电呢？首先，菲律宾是一个农业大国，在他们的生产总值当中 80% 来自于农业。光是2020年到2021年，菲律宾的水稻产量就达到了1763万吨，位居世界第8位。水稻是他们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据相关统计，菲律宾每年要产生200万吨稻壳。菲律宾人觉得把这些稻壳直接丢掉会造成浪费，燃烧又会造成环境污染，而将稻壳用于发电，既可以很好的促进资源利用，又可以保护环境。因为他们的发电系统专门针对燃烧产生的灰烬设计了一个专门的处理程序，所以并不会对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再有一个就是菲律宾煤炭资源短缺，但他们发电几乎是依赖燃煤，所以他们不得不向其他国家进口煤。据数据显示，光是2021年，菲律宾就向其他国家进口了3000多万吨煤，可以说他们是出了名的缺电的国家。他们缺电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在1982年到1992年期间，菲律宾经历了一场被称为黑色时代的严重电力危机。在那次危机当中，菲律宾每天都要停电8到10小时。就连在今年刚上任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也表示，为了缓解菲律宾的电力短缺问题，他们决定要重启38年未曾使用过的核电站。现如今，菲律宾已经不是唯一一个用稻壳发电的国家了。2022年，缅甸水稻联合会也发表了声称将利用稻壳生产电力，并利用米糠生产食用油。不得不说，在能源短缺的时代之下，利用新能源发电确实已经刻不容缓。